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水灵灵的翻了，一场意外如何定义综艺新美学？2025年7月10日，《奔跑吧113》首期节目播出6分钟后，白鹿水灵灵的翻了话题以每分钟12万条的速度冲上热搜榜首。画面中，28岁的白鹿跨坐在鲸形充气泳圈上，头戴小熊发夹向镜头挥手，下一秒泳圈突然失衡，她整个人以一个优美的弧线翻落入水，溅起的水花在阳光中形成细碎的彩虹。当她顶着湿漉漉的爪字形刘海从泳池站起，不仅没显狼狈，反而笑得露出小虎牙，用手摸了把脸说开场即高能啊！这个被网友称为水灵灵的翻了的30秒片段，最终以5.2亿播放量，成为2025年暑期档首个现象及综艺名场面。从意外失误到流行符号，热词的48小时破圈路。水灵灵的这个原本形容蔬果新鲜的形容词，在白鹿落水事件后被赋予了全新的语义生命。溯源其传播路径，7月10日12点整节目播出时，网友开始在弹幕使用“水灵灵的翻了”形容这一意外。14点30分，营销号剪辑的落水慢放版在抖音获得100万点赞。18点整，微博出现今天你水灵灵的 XX 了吗造句挑战，衍生出水灵灵的摸鱼、水灵灵的干饭等变体。24小时后，光明日报发文解析这一语言现象，认为其创造性地拓展了汉语叠词的表达边界。这种爆发式传播背后是精准的情绪共鸣。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李宇明分析，水灵灵的将意外失误转化为灵动美学，既保留了水嫩鲜活的本意，又添加了即兴发挥的引申意，完美契合当代青年对真实不做作的审美追求。数据印证了这一判断，事件相关内容在25至30岁女性用户中渗透率达73%，她们在社交平台大量使用该词，形容狼狈却可爱的瞬间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并非白鹿首次因真实反应出圈。2024年王牌对王牌中，他因假发片挂门把手而当场愣住的画面，同样成为年度名场面。这种无偶像包袱的特质，使其逐渐建立起综艺快乐因子的个人标签。此次落水事件后，其个人微博互动量增长217%，小红书相关笔记超12万篇。商业价值评估报告显示，其代言报价上涨35%。真实感革命，当综艺告别剧本化表演。白鹿落水事件的走红，本质上是观众对伪真人秀的一次集体反叛。2025中国综艺行业报告显示，过去3年剧本感明显成为观众弃综首要原因，占比68%，而嘉宾真实反应则跃居观看动因榜首，占比59%。奔跑吧总导演姚一天在采访中坦言，我们故意减少了游戏规则说明，增加突发环节，就是希望捕捉这种未经设计的瞬间。这种创作理念的转变在数据上成效显著。包含落水片段的首期节目 CSM 71成收视率达2.627%，较上季首播提升23%，其中25至34岁观众占比从31%升至47%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节目播出后希望看到更多真实互动的观众留言增长400%，直接推动制作方在后续录制中取消了3个预设剧本环节。对比10年前《奔跑吧》第1季的撕名牌经典片段，不难发现综艺生态的深刻变迁。早期节目强调竞技对抗与明星人设，而现在更看重人格魅力的自然流露。正如传媒学者郁国明所言，当技术可以伪造一切，真实就成了最稀缺的娱乐资源。白鹿落水时那句即兴的完了，妆花了，比任何台本都更能打动观众。
这种转变也面临着平衡难题。节目组透露，为确保安全，泳池深度仅1.2米，水下铺设防滑垫，周边配备6名救生员。我们要在可控风险中寻找不可控的真实，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。姚一天说，这种安全范围内的失控，或许正是未来综艺制作的黄金法则。商业与文化的双重赋能，一个动作如何激活产业链？舒肤佳的市场部员工大概没想到，白鹿的一次意外落水会让他们的季度 KPI 提前完成。节目播出2小时后，品牌官方微博迅速发布黑的也能洗白的借势海报，将产品功能与事件巧妙结合。这条微博获得86万转发，带动相关产品销量激增40%。这种反应速度创造了娱乐圈与快消品联动的新纪录。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内容2次创作的井喷。在 B 站，白鹿落水相关2创视频超3000条，其中假如用韩剧方式打开落水现场，播放量破1000万。小红书上，水灵灵妆教程使用量达52万次，特点是施发加自然纯色，就连学术圈也加入讨论。语言文字周报专门刊发从水灵灵的看网络流行语的语义泛化。这种全产业链的激活，源于事件本身的多重解读空间。社会学学者认为，白鹿落水后的笑容暗合了女性不再需要维持完美形象的社会心理。营销专家则指出，该事件完美符合3T 原则 ：True 真实、Timely 及时、Topical 话题性。而对于普通观众而言，这个瞬间之所以动人，或许正如网友小鹿快跑的评论：看到他笑得那么开心，我突然觉得生活里的小狼狈也没什么大不了。综艺美学的范式转移，从完美人设到缺陷魅力。当我们回溯综艺发展史，会发现白鹿水灵灵的翻了事件标志着一个审美转折点。从超级女生的想唱就唱到乘风破浪的姐姐的30而立，再到如今的狼狈美学，综艺正在从塑造完美偶像转向展现真实人性。这种转变背后，是 Z 世代观众对真实性的极致追求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 Q2 带有无剧本标签的综艺平均收视率较传统综艺高出62%。极限挑战导演严敏曾预言，未来的综艺会更像纪录片，我们提供场景，嘉宾提供人性。白鹿事件恰好验证了这一点，他落水后下意识护住发型的小动作，比任何设计好的笑点都更具传播力。这种美学转向也对艺人提出了新要求。过去，明星需要维持360度无死角的完美形象，现在能否自然应对突发状况，展现真实人格，成为圈粉关键。白鹿并非科班出身的综艺咖，但她的钝感力既不过度在意形象得失的特质，反而成为独特优势。正如他在采访中所说，我觉得摔倒了就爬起来笑一笑，比硬撑着完美更可爱。结语：不完美才是最生动的注脚。当白鹿湿漉漉地站在泳池边，用手拧着头发上的水时，他或许不会想到这个瞬间会引发如此广泛的讨论。这个被称为水灵灵的翻了的意外，之所以能超越娱乐事件本身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，正是因为它击中了当代人对真实的渴望。在这个滤镜泛滥、人设崩塌的时代，人们终于厌倦了完美的假象，开始欣赏那些不期而遇的小意外。正如奔跑吧官方微博的总结，所谓综艺感，不是会讲笑话，而是敢暴露真实。白鹿的落水，与其说是一次翻车，不如说是综艺美学的一次证明。证明最动人的娱乐，永远来自卸下伪装的真实瞬间。当我们在未来回顾2025年的综艺史，白鹿这个水灵灵的跟头，或许会被视作一个里程碑。它不仅重新定义了综艺名场面，更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。在那里，真实比完美更可爱，意外比剧本更动人。
而水灵灵的这个词将带着那个夏天的水花，成为真实娱乐的生动注脚。